回看我自己都震了啊！怎么是这样的？天上有只鸟飞过去了，那个鸟太绝了，我们再撞撞那个鸟。其实我跟陈老师还有不可描述的戏没剪进去，你别说我们电影已经放不出去了，特别可惜。各位淘麦 VIP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电影《草木人间》的主演吴磊、蒋勤勤，翻牌就现在。你也有啊？你也有啊？我以为只有我有哎。我也以为我只有我有。所以你就知道导演是多么的热爱这个电影和热爱这个角色，他生怕我们演不好，这就能够看出来他对这个戏的期望很高。我们都很喜欢春江水暖嘛，看到那样子的片子，不由得会对那样子片子的导演有一些想象。其实在拍草木的时候，反正跟我想象出入挺大的。导演是一个要求非常非常严苛的一个导演，蔫儿坏的，就是他心里特别有数，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他不会跟所有人说，他就是藏在心里面，一步又一步的通过各种方式刺激着我们演员，然后让我们做出他想要的表演。这个过程其实还挺新颖的。对，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导演，表面上好像给了你无限的空间、无限的自由，其实他内心里边是有一个坚持的，你的表达要到他的所期待或者是所想象的那个东西，找到他的那个点。所以说会很多时候就会跟我们提出来说，前2天拍过的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呀？有些戏我们会有重复拍摄的时候。哪一场戏这样真的最多？在酒店里我穿西装那场戏的时候，其实已经拍完一条了，也过了，也非常好了。然后过了1个礼拜吧，导演说他想重拍，他要加一个查重，所以那场戏我们就重拍。我觉得导演这么做其实也是很有道理。其实很多戏和很多表演，如果说特别明，好像就没那么自然了哈。就是他如果特别上来就跟你说要这个要那个，这反而可能会有些，因为很多东西包括导演自己都不能完全准确的表达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凭着一种直觉或者是感觉。导演在后期剪接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他会发现说，诶，是不是还缺一个那个，然后我们就开始有重拍那场戏。其实还挺不一样的。当然中间如果是完全全身心的去准备角色，我觉得效果肯定会更好。但我觉得中间这样子隔了这么一段，其实慕莲也在我的心中会逐渐的生长。拍摄间隙啊，包括平时我都会想到慕莲，慕莲的模样就会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因为你有一个东西一直都没有完成它，就像蕾蕾说的，你就不停的要去想，你就生怕这个人物感觉跑掉了。其实他对演员的一个创作来说，你永远都牵挂他，永远有个东西未完成，反复的提醒自己那个角色还在，还没有完，你一直在不断的要去丰富它。因为我中间我待在家里，所以说你就会复盘，哦，那场戏我是这样的。为什么说电影是个遗憾的艺术？就是这样，工作完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好像我那儿有问题，好像没做好或者怎么样。哎，我觉得好像这个又给了你机会，你就有可能下次第2次我们在复工的时候，你就会跟导演说，哎，我觉得我上次那场戏是不是不太好？你觉得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导演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复盘吧。所以我们第2次开机的时候也拍了一部分之前拍过的戏。对，我们第1次拍的时候，导演就说我们夏天会再拍一次那个戏，就是那个茶田塔上，雷峰塔茶田的戏也拍2次嘛，就我给你送盒饭。对，是的，那也拍了2次。直接就说春天拍完之后，导演就直接就说我们当时拍，我们夏天的时候会回来再拍一次。那一场戏应该我们当时拍完有多少分钟来着？7、8分钟的，反正挺长的，很长的一段戏，这是被剪掉的，从中间才开始的，从第一盒饭开始。反正我们俩开始吃，边吃边说，拍了几遍？好多遍，你那个拍了得有个10几遍吧。对，我们俩都吃的都不想吃了。反复拍的那个跳跳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因为这个里边有很多的配合，机器的配合，机器在他脸上摇到我脸上，摇到他脸上，光影的配合。因为桂尔刚又很喜欢自然的东西，他也不喜欢风的配合。对，他喜欢我们2个对白中间隙的时候，有那么一阵风吹来，树叶作响，茶树那里婆娑了在那儿动。他又不喜欢人为的制造，对，他要碰，对，所以说我们拍的时候，包括下雨，包括干嘛，全部是碰出来的，全是自然的，碰到什么就是什么。当然，以前跟我就是有那种戏，你刚刚那条表演是最好的，但是倒数第3条，你讲那句词的时候，天上有只鸟飞过去了，那个鸟太绝了，我们再撞撞那个鸟吧。撞鸟，我说
我相信导演当时在拍这个的时候，他也想的是如何在长镜头里面完成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觉得说这是不是又是第二个春江水暖的那种感觉和节奏，结果最后发现一剪出来完全不是。拍摄的时候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吧，看到片段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认识。我在东京看的嘛，我看我自己都震了啊！怎么是这样的？我们那些长镜头呢？因为我们长镜头拍得非常好，大家都是在最好状态里边，然后就像是风也等到了，云也等到了，雨也等到了，什么都等到了，我就觉得鸟也来了。对呀，什么都很好啊。怎么剪了？我觉得有很多茶山的戏被剪掉了，好多人都会觉得节奏很慢，会不会让人会失去看下去的信心？对，然后就被剪掉了。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磊磊有吗？哇，太多了！哇，他后期的那个花了好大的力气，他出去了1个礼拜哦。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可惜但不惋惜。你像我拍草木，后面也拍了1、2个电影，所以有时候心里我都不会期待它上映，甚至我心里都自己告诉我自己，它上不上映对我来说没有很重要。最让我欢喜的一个部分是在拍摄和完成这个角色的时候，完成这个角色杀青的时候，我就已经获得了我最大的幸福和满足。所以上映与否，或者说观众是否能看到我们的努力，我觉得电影有自己的选择，导演也有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啊，是因为磊磊还年轻，他有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时间，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可以还要做其他的呀，我还有其他的选择，我还遇到更多的角色，更好的角色，更多的表达。可能作为我来说，我就很期待他能够在荧幕上出现，让每个人看到，我就非常期待，不管好也好坏也好，他面对了观众。它从时间上面来讲可以说是个毕业作品，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不会拿《草木人间》这一个戏去总结我过去的那些经历和经验，因为草木是一个很全新的体验，它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是一次很新的一个冒险和尝试吧。我觉得每个戏都是一个戏，每个戏拍完之后我都会自己总结和复盘自己的角色啊，自己的工作的状态。因为那是导演的要求，你也可以不用那么的较真儿，或者是完全的投入，因为我不想撒谎，特别是在镜头面前撒谎，所以我觉得我就有很多自己的带入，那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很残忍，甚至于说很不道德。其实我拍完那个戏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觉得我带入了一些我不该带入的东西进去。其实当时我拍的我非常的反感，我觉得不能这么去做。我觉得演员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身心，那一刻你就觉得必须要这么做，所以我才会说我拍完那场戏我会很难受，非常难受。顾小刚都看不下去了，然后就冲进来，我们摄影师都快气爆了，摄影师就觉得哇，这后面应该到了关键点了，因为摄影师就觉得我们已经快崩溃了，那肯定后面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会出现。因为虽然从戏上面来说我们完成了，但是有可能我们要的并不是那个戏的过程，我们要的是这个戏完了之后，这帮人在面对这些结果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反应是什么。那个摄影师就肯定很想拍到啊，他就觉得我们俩一走到旁边来，远离了那个所谓的表演区域，摄影机的背后，其实摄影机它可以马上转过来补拍我们，然后我们就离开那个场景之后，磊磊先站在我的旁边，后来磊磊又抱着我，摄影师就觉得说接下来肯定会发生什么，肯定会让我们捕捉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意外的东西。但是这时候顾小刚进来了，所以后来我就有听说达叔还在说顾小刚，他说谁让你进去的。我觉得就是遵从角色的本心，角色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跟着感觉走。当然大家心里都有数，说草木是一个比较有深厚内容的一个剧本吧，大家肯定会说全力以赴，但不会因为草木是草木，所以我就要怎么样。你这样的话就有一种企图心在里面了，我相信这种企图心在你的电影里边，在你的角色里边是肯定能够反映出来的。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没想过会通过这个电影或者是通过这个角色来证明什么东西，不是，我们都是觉得
呦，怎么样把导演的意图或者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给他说好，给他演好。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顺着来的哈，顺着那个感觉、直觉，很感性。而且导演就那么给了我们那么大的一个氛围，像传销的那个氛围啊，围成一个圆圈，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吴比老师还在那儿。其实他有一大段的对白，洗脑的那个话术对白，但是在电影里面没有，就有点像那个周处除三害那个，最后他们弹琴唱歌一大段话术，闭着眼睛在那儿听他说，其实都有。对啊，他们说的那么振振有词，而且演员必须要有无限的信念感，你就是要相信。我们一进电影学院学习的就是无实物表演呢，就是说从无到有，你要生发出来，你要幻想出来，都是在训练我们。所以到那一刻的时候，你只有相信，必须相信，到最后你就好像就真的相信了一样。其实跟我的感受，本人的感受是有点重合的，就是从一开始难以置信和质疑到部分的理解。就可能我在看故事的时候，我就知道传销是一个非常非常蛊惑人心、情感中的漏洞的一种冲击，但我还是很客观的在审视这个事情。我到拍摄现场之后，参与到了里面之后，我才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被传销，因为他那种给你心里带来的那种刺激和那种愉悦，仿佛完全掌握自己人生的那种掌握感、从容感，因为他不断的在鼓舞你嘛，就跟演员听到导演的表扬一样，这条演得特别好，我们再来一条，特别好，你一定能演到更棒的一条，你就会被带入啊，你就会觉得是这样的。我也觉得我很棒，我也觉得我很好，非常有用。因为演员还是比较敏感，他需要导演，需要大家的一个赞美。我觉得奖项，我不知道对于他来说是怎么样的，反正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好像是不单是角色了，我觉得有可能是对你人生经历的一个奖励，你本人的一个演员，做演员一个人生经历的一个奖励一样。不好说这个事情，我说不好说不是说不能说，而是很难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界定，就是说这个剧本是我所期待这个，我觉得是看缘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个剧打开了，你只看了半集，但你就没看下去，可能是被手头的事情耽误了，或者是就是觉得不好看，就后来你又打开这个剧，然后一口气就刷完了，觉得特别的好看。那剧还是那个剧，它没产生变化，变的是你和你当时的处境。对于我来讲，能遇到喜欢的剧本、喜欢的人物，当然是最幸运的事情。可能合适的剧本、合适人物，但你不一定有合适的时间，或者说也不会选择你。我现在感觉就是，我就精进我自己的技术，精进我自己的生活，然后等待吧，脚踏实地的完成好每一个角色。很少，少之又少。因为我觉得现在本来对那个中年女演员的戏，针对他们的戏来说都比较少，因为市场的选择很单一，我们面临的角色就很单一，它没有更复杂的一个人性的一个体现，我们就看不到很深刻的女性角色。我很期待选择再多一点，市场再丰富一点，给我们中年女演员的机会再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人生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是它最丰富、最多面的一个年龄段。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坠落的审判啊这些，但是它的票房并不是那么的鼓舞人心，这就会影响到一些制作单位啊，他们不会选择这样的戏。希望晴晴姐多出新作品，请问下一次的挑战什么类型或者是什么方面的角色？我很喜欢凯特·布兰切特嘛，比如说她曾经拍过一部戏叫《我不在这儿》，她演那个波波迪伦，所以我就觉得太牛了。我也很希望变成一个那样的演员，没有界限，没有边际，什么都可以，连性别都可以跨越，我觉得那个太酷了。为什么你工作能这么快乐？看了你很多拍戏的花絮，除了几场哭戏，你每次都特别快乐，特别会给人带来快乐，有能量。为什么工作能这么快乐？因为我很幸运在做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吧，我的努力也会被大家看见。我觉得这是作为演员非常幸福的时刻吧，那就比较快乐。然后还有就是本身性格的比较傻乐，就是蕾蕾特别阳光。我想到了，《草木人间》有第2部，我不能告诉你，你得自己猜啊。草木人间有第3部。不是，顾晓刚说了会让咱俩一起演一个武侠的电影，你还记得吗？你期不期待顾晓刚的武侠电影？
其实吴台花还有私生子。其实啊，你别说了，我们电影已经放不出去了。特别可惜。其实我跟陈老师还有不可描述的戏没剪进去。知道他现在不了。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让你妈妈开心。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你当然骗了